这个是我们弹这个曲子会常常遇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弹这个曲子很多可以学得到的东西。这首曲子，你们住台湾的朋友一定很熟悉，说不定还不知道是在哪里听过。就是在台北捷运那个绿线，就可以听到这个音乐。当然是有点爵士味道，所以风格不太一样。这个是肖邦的一个夜曲，第2号。这个夜曲就是说是比较好像在夜晚的时候一些想法啊。夜曲很好听，这个可以推荐大家试试看。这个我们弹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困难，但是总的来讲是很好弹，很好听。肖邦这个风格很难抓准，很容易变成太甜，那个味道太甜，好像吃很甜的那种糖果一样，或者说是太浪漫哦，然后又慢又快啊，怎么样啊，会很容易夸张。所以有一些主要原则要注意一下，那个速度不要差异太大了，有的音不要太慢出来了。这些也不要弹得太过于浪漫，要不然的话甜味会太重。刚才我弹的那个曲子，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主旋律在上面，那个音都很长，那个音怎么保持？我们如果说是别的乐器，什么弦乐啊、木管乐啊，你都有办法控制一个长低音啊。那钢琴一个长低音你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要再大声一点呢，再小声一点，没办法，你控制不了，它只能会慢慢的消失。所以我们要用踏板，使得这个音要长一点。但是你下面还有其他的音，很容易把它好像干扰它，所以这个是一个踏板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触键跟踏板要使得这个音很长。还有听到吗？好像不够重。这个不好处理，这个问题不好处理啊，因为你们要买新的琴呢，或是买钢琴呢，只要注意那个音要很长。这个钢琴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那个音来判断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因为有的它的音很快就下去了，就没有了哈。这把琴已经是60几年的，是老琴，算是老琴，可是我觉得那个音还蛮好的啊，音要很长，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曲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好像反复2次，所以好像同样的内容讲3次，就好像你们在宴会里头，你们遇到一个女孩子，好像有点看上，跟她聊几句，然后就分手了。没有过了多久了，那个女孩子又出现了，
好，再继续聊要怎么办呢？不晓得要聊什么。好，就这样，就是再聊一下啊，就没了。再一次出现那不好办了，好像有点尴尬啊。所以你想想看哈，一个曲子如果它同样的内容出来3次，不要把它变成好像很尴尬，就说不出话。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要怎么样的变化。同样的意思出来，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个变化。比如说你聊过到什么东西，再又碰面又聊到别的，或者说再深刻一点，还是再强调一点呢？比如说又在遇到说刚才讲的好像还要补充一句我真的对你怎么样的崇拜啊，不想开玩笑。但是你要想想看，很多曲子它有反复的部分，你反复的时候千万不要跟头一次一样，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个小变化在里面。还有一个，反复的时候你没有变化，很容易这个错音很容易出来，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已经有点分散。同样的意思再说一次，我们会觉得有点没有味道因为既然讲过，你再讲一次，好像变成多余的东西。那你谈多余的东西很容易错，这个也是我常常得到的这个不好经验啊。所以反复的地方想一想，要再比前面大声，要强调一点呢，还是做一个好像回响这样也是可以，就是比前面弹的小声一点。这个是我们弹这个曲子会常常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弹这个曲子很多可以学得到的东西。世界演艺是往台面上